大家好，我是戴着镜头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自己挖的坑跪着要填完。今天就有始有终和大家说一说《雪与冰淇淋3部曲》的最后一部《世界尽头》。电影一开始，男主小白来到病友互助会求助，其实说吹牛更合适。小白说自己上学的时候人称马家屯银枪小霸王，他有4个小弟，分别是花生、阿怂、老马和胖胖。兄弟5人就好比湘北5人组青铜吴小强，那是花见花开，车见爆胎，美女见了都 say hi。高3毕业那天，他们觉得有组织、有纪律、有目标、有规划的喝遍屯子里12家酒吧，直到喝完最后一家叫做世界尽头的酒吧才算完事。你一杯我一杯，我们一起对冰吹。可是又有谁能料到，刚喝完第9家酒吧就天亮了。病友们听完醉了，12家酒吧的 KPI 都没有完成，有啥好吹牛的？这一声感染了小白，于是他决定找回兄弟们，再次出征，完成当年未完成的壮举。其他4个兄弟和小白这个无业游民不同，花生现在是你爱你家的一名房产中介，阿怂在老爸的 4S 店打工买卖2手车，老马在建筑公司当起了包工头，胖胖已经混成了企业高管，吃喝不愁。几个兄弟又聚在了一起，回到了马家屯。小白还是20年前那个小白，开的车也还是20年前那辆破车，就连车里放的磁带都是20年前的那一盘校园酒吧。大家也分不清这货到底是念旧还是单纯的穷。5人走进第1家酒吧，发现老板已经不认识他们了，毕竟哥几个都长大了，所以也没在意，纷纷点了啤酒。只有养生的胖胖要了杯水，他坚信每天10杯酒，健康绕绕走。大家又来到了第2家酒吧，奇怪的是装修和前面那家一毛一样，而且老板也完全不记得他们5个。酒喝到一半，花生的妹妹小芳来了，她也是今天才回到老家，聊了几句就准备去厕所。自作多情的小白还以为人家是给自己家事呢，也跟着来到厕所，准备来场老同学之间超越友谊的深入交流，但被小芳以你已不知我深浅，我也不知你长短为由拒绝了。小芳离开后，5个人接着喝，很快就来到了第4家酒吧。就在这时，曾经对阿怂进行过霸凌的男子来借椅子，这个男人也好像完全不认识阿怂一样。小白进厕所撒尿，遇到了一个冷酷 boy， 他一直和这个男孩搭话。男孩怒了，你他喵的这不是废话吗？于是2人扭打在了一起。小白还在蒙圈中没反应过来，4个兄弟和男孩的小伙伴们也冲进厕所，一场5v5的鬼畜大战随即展开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几个小伙子被打到支离破碎，哥几个回到酒桌上从长计议。小白表示这个阵子变了，居民不仅失忆，还变成了留着蓝色体液的不明生物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装作啥也没发生，继续喝。5个人走在大街上，所有人都用异样且呆滞的眼光望着他们，包括之前在厕所已经支离破碎的几个男孩。很快他们就安然无恙的喝到了第7家酒吧。就在这时，小芳再次出现，小白一个箭步就把小芳带到了厕所。不过这次不是为了没羞没臊，而是要告诉他这个镇子的惊天大秘密。小芳又怎么会相信小白的鬼话呢？转眼就去跟自己的双胞胎闺蜜吐槽，好巧不巧，这俩闺蜜也变异了。眼看着他俩站起来就要干小芳，小白一个旋转跳跃就飞扑过来抢了人头，再一个抱摔把闺蜜俩甩了出去。谁知道闺蜜2人合体继续发起进攻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海啊全是水，闺蜜啊全是腿。双方陷入混战，一直暗恋小芳的老马也赶到，拔掉了闺蜜的脑袋，获得胜利。大家伙收拾了一下心情，开始向第8家酒吧进发。到了之后，小白、胖胖、阿怂在舞池上见到了学生时代的女神3晒组合，来不及感叹姐妹花居然一点都没变老，就贴了上去。眼瞅着进度条过半，编辑决定派镇上的老大爷向老马公布真相。原来外星人在多年前降落在这里，他们复制了部分人类的身体，做出空壳人。这些空壳人保留了宿主部分记忆，而且更年轻、更聪明、更有礼貌。他们取代了宿主在镇上生活。至于被取代的人类最后都去了哪儿，老大爷决定先卖个关子。知道真相的老马拉着大家伙准备离开，却遭到了花生的极力反对。大家来到了第9家酒吧，在这里又遇到了他们曾经的老师詹姆斯·邦德。聊着聊着，老师似乎和花生站在统一战线，打着配合给大家安利做成空壳人是多么的美好。胖胖听不下去了，一拳打爆了花生的头。原来胖胖早就发现眼前这个不是花生，而是花生壳。证据就是花生用激光去除的胎记又出现在他的脸上，说明外星人在刚才花生去厕所的时候复制了花生的身体，只保留了花生去胎记之前的记忆。又一场混战拉开帷幕，结果这群家伙很明显开了作弊器，根本打不死，揪完脑袋后分分钟给你重组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撒丫子跑啊！小白拉上了女神小芳。Let's climb down the drain pipe. I got a better idea. Climb down the drain pipe. 小白让小芳开车先跑，自己去找其他小伙伴汇合。大家伙在逃亡的路上发现，大部分镇民都变成了空壳人。阿松半路被掳走，老马也和大家走散了。小白和胖胖被逼到最后一家酒吧世界尽头，结果这里早就被改成了外星人的秘密基地。外星人老大大灯泡开始给小白和胖胖做思想工作，说只要加入我们就能青春永驻、长生不老，而且个个都能变成遵纪守法的优秀好市民。至于那些被取代的人类，已经全部回收利用，转化成了肥料。为了你们地球的环保事业和人类的文明进步，我也真是操碎了心啊！说完放了个大招，召唤出了年轻版的小白5人组，承诺让小白再帅一次。小白坚持认为人非圣贤都得犯错，他高喊着因为自己是个不完美的人类而骄傲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大灯泡居然被气走了，还顺手就炸掉了地球文明，这是我见过的心理素质最差的外星人了。就在这时，小芳及时出现，赶在搜救车之前救走了大家。
时间一转来到现代，由于大爆炸，人类文明一夜回到解放前，没有了通讯和网络，大家似乎更亲近了。空壳人体内关于人类的记忆也苏醒过来，开始和人类和平共处。泡泡给一群人类小孩讲述着他们曾经的故事。老马和小芳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只剩下半个脑袋的花生继续干房产中介。阿怂也回归了家庭，似乎一切又回到了麻木而无趣的原点。只有小白带着4个年轻版的空壳人小弟，继续着他迈向世界尽头的征程。到这里，《血与冰淇淋3部曲》就全部讲完了。世界尽头依旧延续了前2部幽默、荒诞、无厘头的风格，脑洞已经突破了大气层，来到了外太空。当然，反乌托邦、反社会童话的主题也同样发人深省。人类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，不就是因为每个个体的不完美？如果大家都优秀的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克隆人一样，那样的话，谁还看过90电影啊？是吧？拜了个拜。